决定等待之后，大家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楚风继续钻研那本棋谱，而孔慈仙云等人则是也同样钻研棋谱，并且带着其他小辈排兵布阵，练习棋力，直到诸天星域的天才们到达后，楚风等人才算停止。而楚风也是终于得以见到这些所谓的诸天星域的天才们。诸天星域来的都是小辈，人数不多，总共109人，而这个数量与远古武者旗的对局人数很接近。远古武者旗每一方是108人，那个南宫一凡是不轻易出手的，所以他算是多出来的一个人，而剩下的108人刚好足够进入远古武者旗的棋盘，所以他们还真是有备而来，多一个人都不带。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这些小辈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其中有5名2品尊者，13名1品尊者，剩下的人全部都是5仙境，5仙巅峰有20多个，哪怕其中最弱的也是5品5仙。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这诸天星域的小辈天才优秀的还真是不少，至少从眼前的这个天才数量来看，是要远远优于祖武星域的，哪怕祖武10星放在这里也是绝对的劣势。这也让楚风明白，为何在3成小辈的眼中，除了灵狐鸿飞和自己楚风外，祖武10星其他的小辈他们根本就不放在眼中了。因为相对比之下，祖武10星的天才们的确有些拿不上台面。尽管诸天星域的天才非常的多，但楚风的目光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了一个少年的身上。这个少年身穿白色长袍，头戴发冠，那个样子似是一个书生一般，很是低调，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的不可一世，目光之中充满轻蔑，无论是小辈还是同辈，甚至是长辈，他的目光都是充斥着那轻蔑之色。而这个人便是诸天星域内的顶尖天才，曾与灵狐鸿飞交手无数次，胜负未知的天才南宫一凡。南宫兄，这一次能与我无名原志切磋一番了吗？无名原志说道。然而对于无名原志的这个要求，南宫一凡没说回应，他居然却连话都没说，甚至连看都没看无名原志一眼，这才是真正的不将人放在眼中。可是要知道，无名原志他并非寻常之辈，他可星域主剑当今的最强天才，他的修为也是极强的。如此天才本就自负，遭受这般轻视，皆会动怒，更何况南宫一凡轻视的还是脾气火爆的无名原志。我说南宫一凡，你是哑巴不成？果然，无名原志就如同先前挑战楚风一样，遭到拒绝后，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无名原志，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挑战南宫一凡？然而，无名原志开口后，在诸天星域的天才之中，一名同样书生打扮的男子却是站了出来。这个男子虽然同样是书生打扮，但是他与南宫一凡却很不相同。南宫一凡虽是目光不可一世，但看上去却很柔弱，但这个人则是不同，他身材高大，面相凶狠，一看就绝非善茬。最主要都是他的修为也是2品尊者。北洋洛，你说话不过脑子，我们虽然交手过，但一直是平手，我不曾胜过你，你也不曾胜过我，这叫平手，而绝非是我无名原志打不过你。无名原志便解道，我也说过，我不是南宫一凡的对手，你除非战胜我，否则你没资格挑战南宫一凡。那名为北洋洛的男子说道。无名原志气得咬牙切齿，随后大吼道，来啊，再战一次，来就来，怕你不成？而那北洋洛倒也是毫无惧色，二人说话间便纷纷向外走去，看那架势是真的要大战一场。好了，原志，你与北洋兄已经交手多少次了，一直难分胜负，虽然你们如今都有进步，皆是踏入了2品尊者境，但依我看，就算再战也是难分胜负，更何况现在神兵墓地开启，我们应当赶紧进入神兵墓地，你就别胡闹了。无名雄魔说道。虽然他们两个看上去年龄相反，但这无名雄魔却显然比无名原志成熟得多。但最主要的是，无名原志似乎很听无名雄魔的话。当无名雄魔开口后，尽管他依旧怒色不减，但却也只是轻哼几声，便不再说话了。在此之后，以无名雄魔为首的祖武星域小辈，倒也是与诸天星域的小辈们进行交谈起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但楚风看得出来，其实双方积怨已深，不过是表面客气罢了。若是诸位小友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进入神兵墓地吧。就在此时，那守剑大人说道。守剑大人，我们准备好了。众位小辈齐声说道。等一下。可就在此时，那南宫一凡却忽然开口了，他的神情很是冷漠，只说出了这3个字，并且他的语气并不像是请求，更像是命令。总之，他这句话说出来后，让人非常的不爽。毕竟在场的所有人对守剑大人都很客气，哪怕诸天星域的小辈也很客气，可唯有他是个例外，他的目中无人，就连楚风也是有些看不过去。不过相比于其他人的不爽，守剑大人倒是没有太多意见，反而是以和蔼的口吻开口。南宫小友，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朋友要来。南宫一凡说道。那你这个朋友要多久才能来？守剑大人问道。快了。南宫一凡说道。既然如此，那大家便等一下吧。守剑大人真的很好说话，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当守剑大人应下后，南宫一凡不仅连声谢谢都没有，居然连一句话都没说，就宛如守剑大人答应这件事是理所应当一般，这让祖武星域的小辈们非常不满。不过刚有人想要找南宫一凡的麻烦，便被守剑大人拦了下来。没有办法，大家也只能陪着这南宫一凡一起来等那个人。不过虽然对于南宫一凡的态度不爽，但是大家心里其实也都很好奇，他们都想知道南宫一凡这个朋友究竟是谁，竟能让南宫一凡开口为他拖延时间。毕竟经过这么多次的相见，大家对南宫一凡都是有些了解的。这个家伙一直都是非常的冷漠，不仅仅是对于祖武星域的人，对那些诸天星域的小辈，他也非常的冷漠。所以他其实应该是没什么朋友的，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他不屑于他人为伍。因此大家都推断南宫一凡的这个朋友绝对不是一般人，因为太过好奇这个人究竟是谁。
所以许多人干脆直接跑到神剑山庄之外去等候那个将要到来的人。楚风本来不想操这个心，只想抽时间便钻研一下棋谱，可是奈何孔田惠他好奇心强啊，他就硬生生地拖着楚风跑到了神兵山庄之外。此时大家都是议论纷纷，就连诸天星域的人都在议论那个人究竟是谁。但唯有楚风安安静静地看手中的棋谱，大有一副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架势。快看，那个家伙竟然在看难度最高的棋谱！祖武星域这些人怕是想影响疯了吧？赢他们不可能赢。先不说那棋谱的难度，我们可是有南宫一凡坐镇，有南宫一凡在，祖武星域的这些人永远都别想赢。在楚风专心看棋谱的时候，耳边却能够听到一些讽刺的声音，那都是传自诸天星域的人，但楚风却都没有理会。连祖武星域的这些人都不相信楚风，那些外人嘲讽楚风便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过楚风从来就不会在意这些嘲讽，他喜欢用事实说话。现在他们如何嘲讽自己，随他们便。但等到登上那远古武者期的棋盘后，楚风会让他们明白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了，竟是一个女子吗？天哪，好美啊！这也太美了，天下间怎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难怪南宫一凡会为了她而要求等一下。没过多久，人群便骚动起来。楚风也是知道，定然是南宫一凡等的人来了。但是因为楚风看棋谱看到关键时刻，再加上楚风对南宫一凡的这个朋友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楚风根本就没有打算抬头去看。可谁曾想，那孔田会忽然抓住楚风的胳膊，一个大男人却像小女孩一样激动的又蹦又跳。楚风兄弟，你看，那是谁？你快看啊！面对这样的孔田会，楚风也是无可奈何，只得抬头去看。而这抬头一看不要紧，楚风也是为之一愣，眼中涌现出一抹惊讶之色。那迎面来的乃是一名身穿红裙、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女子，她的面容乃是真正的倾国倾城，可以用绝世美女来形容。当她出现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女子都变得黯然失色，哪怕如孔慈、龙宁、仙允这样的美女也是黯淡了不少。而这名女子正是当日楚风和孔田惠在抓捕天地奇物的时候所遇到那名奇女子。原来这个丫头是诸天星域的人。楚风喃喃自语，她这气息不对吧？但是很快楚风便发现这名女子的气息不太对劲。当日尽管那名女子隐藏了一切，楚风根本感受不到她的气息，但楚风却知道她很强，非常的强。但是眼下这名女子所散发的气息则是与楚风预想的不符。眼下这名女子的气息乃是二品尊者，尽管这个气息已是非常强横，是当下小辈们之中最巅峰的境界，可是楚风却知道这绝对不是那名女子真正的实力，至少当日她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她绝对不可能只是二品尊者。一凡兄，你可真是了不得呀，难怪你愿意开口，请守剑大人等一等。搞了半天你竟然约到了殷庄红。相比于祖武星域这边只是惊叹于那女子的美貌和修为，诸天星域那边的人则是更加的激动。殷庄红，原来是殷庄红，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殷庄红啊。而听到诸天星域那边的人说出这名女子的话后，祖武星域这边的许多人竟也都随之兴奋起来。难怪她那么冷漠，原来她就是殷庄红。而要说兴奋，孔田惠则是格外的兴奋。殷庄红是什么来头？楚风好奇地问道。对其他人楚风可能不好奇，但是对于这名女子，楚风当真是有些好奇。嘿嘿，楚风兄弟，咱们祖武星域要说好看的妹子，那肯定是仙羽妹妹、龙宁妹妹，我那个妹子勉强也算一个。孔田惠说道。什么叫勉强算一个呀？你是我亲哥吗？孔慈就站在旁边，给了孔田惠一个大大的白眼。然而孔田惠却根本不理孔慈，而是继续对楚风说道。但可是在诸天星域有着一个非常有名的超级大美人，她也是诸天星域公认的第一大美人，她便是殷庄红。果然名不虚传啊！之前看仙羽妹妹、龙宁妹妹便觉得已是非常养眼，但在殷庄红面前，他们也是黯然失色呀。孔田惠感叹道。哪里有那么美，我看还不如我呢。孔慈说道。哪都比你美好吧，你连仙羽妹妹和龙宁妹妹都比不上，拿什么和这位大美女比啊？孔田惠反驳道。你绝对不是我亲哥。这一次孔慈恶狠狠地瞪了孔田惠一眼，而就在闲聊的功夫，那殷庄红已经靠近人群，南宫一凡更是第一时间迎了上去，并且还是面带笑意，不仅笑了，且还笑得一脸殷勤。若不是亲眼所见，我还以为南宫一凡这个家伙不会笑呢。看到这一幕，祖武星域的不少人低声议论起来，话语之中充斥着讽刺。嗨，殷庄红大美人，你可还认识我？众人讨论之际，在祖武星域的人群之中，竟忽然有人开口直呼殷庄红的姓名，是孔田惠。他这个臭不要脸的，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不过他开口后，虽然诸天星域以及祖武星域的许多人都看向了他，甚至就连南宫一凡都是看了他，但唯有那殷庄红连看都没看孔田惠一眼。你不认识我啦？之前我们见过呀，你忘记了？那个大鱼要吃你，是我把你推开，救了你一命啊！孔田惠见殷庄红不理他，继续说道。你这说什么呢？你被什么大鱼给吃了？还大美人？你能别丢人现眼了吗？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哥哥啊？孔慈一脸鄙视地看着孔田惠，然而孔田惠却根本不理会自己的妹妹，而是全神贯注地去呼喊那殷庄红。不过无论孔田惠守什么，那殷庄红从始至终却也连看都没看孔田惠一眼，同时也没有看楚风，就好像不曾见过楚风、孔田惠一样。倘若说南宫一凡冷漠的话，至少南宫一凡看到殷庄红后变得热情了，但这殷庄红哪怕看到南宫一凡，绝美的脸上却也没有一丝笑意，甚至只是与南宫一凡点了点头，连话都没有与南宫一凡说。这位可是一个真正的冰山美人。既然人都到齐了，那老夫便带诸位小友去到那神兵墓地之中吧。随后守剑大人便带着楚风等人
进入了那所谓的神兵墓地之中。神兵墓地名不虚传，首先其在地底之中，从墓地入口进入，是一路向地底深处行去的。其次，尽管其中建造很是精致，但却弥漫着阴森的气息，当真有一种进入墓地的感觉。不过最值得一提的是，自打他们进入这神兵墓地，出现了无数把黑色的兵刃，无论是地上、墙壁上，甚至是建筑上，或者是大殿顶部，都插着那黑色的兵刃。不过却没有人伸手去触碰那兵刃，大家都很清楚，这里的兵刃只能拿一把，拿到一把之后，便会立刻被此处的力量传离这里，想回来都回不来了。而根据人们的经验，越是深入，里面的兵器便越好，所以大家都准备进入深处之后再动手。可是走着走着，楚风忽然发现有一道结界门凭空出现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最主要的是，这道结界门的颜色竟然不断变化，这引起了楚风的注意。楚风兄弟，你可千万别进去，那里面的兵器非常差，咱们还是继续向里面走吧。我告诉你，越是深入，兵器便越好。见楚风盯着那结界门，孔田惠赶忙上前劝道：“先等一下。”可是楚风却摆了摆手，且目光一直凝视着那道结界门。按理来说，人们不会理会楚风，该继续走的都会继续走，但是偏偏那殷庄红也站下了，他也在观察着那个结界门，并且表现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见此情形，诸天星域的那些小辈们则是赶忙向殷庄红讲述着关于这结界门的事情。毕竟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对前辈，都曾有幸进入过这神兵墓地，所以他们对神兵墓地的了解丝毫不亚于孔田惠他们。因此他们也在劝殷庄红不要进入那结界门，只不过殷庄红却理都不理，那些人就像没听到他们的话一般。不过诸天星域那些心高气傲的小辈们倒也没有生气，毕竟他们早就了解殷庄红的性格，所以能与殷庄红近距离接触，便已觉得荣幸了，哪里还敢去怪殷庄红？你应该看出什么了吧？忽然殷庄红开口了，这还是人们看到他出现以来他第一次开口，哪怕冷若冰霜的南宫一凡主动上前，满面热情地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了点头，最多就是说一声来回应，总之要多敷衍有多敷衍。可现在他居然说话了，而人们最惊讶的是，让他主动说话的竟然是楚风。这一刻，楚风能够感觉到无数道宛如猛兽般的目光投向了自己，那个目光何止是羡慕和嫉妒，简直是恨不得立刻将楚风碎尸万段。殷姑娘，你是在与我说话吗？楚风并不确定，所以开口问道。对，殷庄红点了点头，的确看出了一些门道，不过还需要继续观察，机会只有一次，你若想与我同行，就到我身边来。楚风说道。你疯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想让殷姑娘与你同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了。殷姑娘，你千万别信他的，这个人脑袋有问题，我之前看他还在看级别最高的棋谱，这个人绝对不正常。此一时，诸天星域的许多人都是开始讨伐楚风。孔兄，你与我同行吗？楚风看向孔田惠。楚风兄弟，你不知道我运气特别差，算这一次我已经是第3次进入神兵墓地了，可是每一次都是选到了废铁，连仙兵都没有选到过。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再空手而归了，我必须认真挑选，也不敢冒险，所以我就不与你同行了。孔田惠摆手说道。我可以帮你看的。楚风说道。我没听错吧？他帮忙看，他以为他是谁啊？不仅是疯子，原来还是一个牛皮大王。一时之间，诸天星域的小辈们恶言不断，就连祖武星域的小辈也是冷笑连连。在他们认知当中，进入这神兵墓地，什么手段都没有用，看的只是运气。所以楚风这些话，他们自然觉得可笑。楚风兄，你有所不知，这里只能看运气，借灵之术也是没用啊。就连孔田惠也是低声说道。不过相比于其他人，他可没有丝毫嘲讽楚风的意思，而是好心相劝。见孔田惠并不相信自己，楚风也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看向了3位美女：孔慈姑娘、龙宁姑娘、仙允姑娘。我才不和你去呢！孔慈果断拒绝。楚风公子，我还是自己来选吧。仙允委婉拒绝，而龙宁干脆眯着眼睛，呲着兔牙，傻傻的笑着。但他的笑却已是回复了楚风。果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眼见着邀请不到殷庄红姑娘，全来邀请我们的3仙子，真是想不到这个楚风竟然是一个如此无耻之人，难怪他会和孔田惠那种人玩到一起去。楚轩辕前辈那等人物怎么生了一个如此无耻的儿子？见楚风竟然邀请孔慈3人，祖武星域这边的人也是不干了，开始纷纷斥责楚风。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南宫一凡的目光却一直锁定着殷庄红。殷姑娘，我们走吧。南宫一凡对殷庄红说道。可他话音刚落，尹红妆竟然身形一纵，掠入了那结界门内。当他掠入结界门之后，那结界门便立刻关闭。我楚风兄弟呢？见此一幕，孔田惠大声问道，因为他发现原本在他身边的楚风也不见了。楚风先进去了，是楚风先进去，殷庄红才跟进去的。孔慈告诉了众人答案。什么？殷庄红姑娘竟然真的跟他进去了？那岂不是说他们2人此时孤男寡女，共处一地？哈哈，我的天哪！早知道殷姑娘进去，我也跟进去了。孔田惠后悔万分，后悔的直抓自己的头发。不对啊，这结界门之前我也见人进去过，可是进去之后结界门还在，这一次怎么这么快就关闭了？根本都不给我们反应的机会啊！孔田惠不解地问道。难道说楚风他发现了什么秘密？忽然孔慈问道。对啊，差一点忘记了，那个家伙可是圣袍界灵师。紧接着祖武星域这边的人都是纷纷说道，圣袍界灵师。而听到祖武星域众人的话后，诸天星域的众人也是神色一变。先前他们都没有看得起楚风，觉得楚风就是一个色胆包天、外加脑袋有问题的人。可是当得知楚风是圣袍界灵师之后，他们发自内心的对楚风也是开始刮目相看。毕竟在他们整个诸天星域也没有出现过
如此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不可能。就算是圣袍界灵师，又能如何？这神兵目的，并不是界灵师能够看透的地方。但很快便有人说道：“对啊，这神兵目的选兵器，靠的完全就是直觉，界灵师的观察力根本没有用啊。”而听得此话后，众人也是纷纷点头，都觉得非常有道理。可是殷庄红姑娘为何会选择相信这个家伙呢？很快又有人提出了疑问，我也想不通，殷庄红姑娘为何要选择相信他？不对，那个家伙之前好像说他和那个圣袍界灵师之前遇到过殷庄红姑娘。忽然有人指向了孔田惠，下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孔田惠。之前殷庄红刚露面的时候，孔田惠在那里嚷嚷着，根本没有人理他，都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哗众取宠，只是想引起殷庄红的注意罢了。但是现在来想，似乎不对，因为他们想不到殷庄红和楚风没有联系，除非这个孔田惠说的话都是真的。看着众人那好奇以及焦急的目光，孔田惠则是先是看了南宫一凡一眼。当他发现那向来高高在上，甚至都从来不看他们一眼的南宫一凡，此刻竟也如其他人一样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后，孔田惠的嘴角不由得扬起了一抹坏笑。我和楚风兄弟和殷庄红姑娘的遭遇，岂是你们能够了解的？他只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们，但我知道，就凭我们的交情，其实我们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孔田惠说道。我呸，你还要不要脸？就凭你们也配与殷庄红姑娘有交情？听得此话，众人都纷纷向孔田惠投去了鄙视以及愤怒的目光。你们不信，那我问问你们，为何你们那么劝殷姑娘，他们都不听，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兄弟楚风？若是没有非同一般的经历和接触，他会这样信任他？你们也应该清楚，殷庄红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她可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不会轻易地相信任何人。孔田惠说道。而听得孔田惠这样一说，人们倒也是觉得非常有道理。毕竟殷庄红的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只是想到殷庄红真的可能和楚风以及这孔田惠经历了什么，那些诸天星域的男子们目光便都有了变化，就连那沉默寡言、不可一世的南宫一凡，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甚至他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若有人注意到，可以发现，此时南宫一凡的目光非常的可怕。此时，楚风已经与殷庄红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大殿，大殿不是很大，四面封锁，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的有限。但是这座大殿内却也布满了黑色的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刃都有。你是故意隐藏修为的吧？二品尊者，不是你的真实修为。楚风对殷庄红问道。殷庄红没有理会楚风，而是挑选着眼前的兵刃，并且他看得很是认真。楚风见过不少冷漠的女子，但是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殷庄红这般冷漠的女子。倘若其他人是冷若冰霜的话，那么这殷庄红应该是一片结冰的海洋吧？他给人的感觉才是真正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殷庄红在认真挑选着，而楚风也在认真挑选着。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过去了5个时辰。忽然，这个大殿开始微微的颤动起来，这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到了吗？楚风说道。而殷庄红观察一番后，似乎也是得出了与楚风相同的结论，他也觉得这神兵目的的时间是快要到了，是时候离开了。所以殷庄红来到了一把黑色的长剑走之前。这把黑色长剑可以说是殷庄红进入此处观察最久的，并且是反复观察了多次。楚风猜测殷庄红如果挑选的话，多半会挑选这一把，没想到他还真的猜中了。可就在殷庄红准备探出手去握住那把黑色长剑的时候，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了。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选那一把。还真别说，虽然楚风说话殷庄红不予理会，但是此时他那已经伸出去的玉手竟然真的又收了回去。选哪个？殷庄红没有看向楚风，但却问出了这样一句话。选这个。楚风指向了一把黑色长剑，也是用那双眼睛看的。殷庄红忽然看向楚风，你能看到我的天眼？楚风感到惊讶，原来叫天眼吗？倒是了不起的手段。殷庄红说话之时，已是走到了那楚风所指的那把剑之前，随后便直接伸手握住了那把剑。当殷庄红握住那把剑之后，殷庄红便消失了。这丫头怎么好像什么都瞒不过他？尽管殷庄红已经离去，可楚风的眼中却涌现出一抹惊骇。楚风的天眼非常的隐秘，哪怕自己使用，旁人也不会有所察觉，但那殷庄红却察觉了。明明不圣袍界灵师，却能看穿楚风布置的圣级结界阵法，还能看穿楚风在使用天眼，这让楚风对着殷庄红越发好奇起来。而此时大殿摇晃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楚风甚至感觉有一股力量涌现，那力量若是继续增强，会强行将自己带离此处。楚风知道他也是不能久留了，就你了。楚风探手一抓，一把黑色大刀便抓在了手中。当那黑色大刀入手之后，楚风便感觉周身一阵变化。当他周围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已是来到了一座宽阔的广场之上。这广场正是那神兵墓地的入口处，而楚风此时也是可以看到，先前与他们一同进入神兵墓地的人，此时几乎都出现在了这里，并且有的人手中握着废铁，有的人手中握着仙兵。看来大家都是有所收获，只不过有人收获的是宝贝，有人收获的是废物罢了。哇擦，楚风兄弟，你终于出来了！你快看看啊，天都黑了，你到底和殷姑娘做了什么？居然做了这么久！楚风兄弟，你这么持久的吗？孔田惠见到楚风出现，便立刻扑到了楚风身边。那个废物，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诸天星域的人指着孔田惠怒吼道：“闭上你的狗嘴！我哥说话，轮得到你们指指点点？”孔慈怒吼道：“这个丫头虽然总是说自己的哥哥，可其实却是一个护兄狂魔。他说孔田惠可以，但是别人说他却根本不同意。”看着这样的孔慈，楚风也是好奇，神体王城的那些人到底是多恨孔田惠，不然为何在有孔慈这种丫头庇护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敢与孔田惠作对，甚至水火不容？怎么了？我说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言辞怎么了？我说我兄弟和殷庄红姑娘找兵器用的时间久，有什么问题吗？肯定是你们想歪了。你们这些人思想真肮脏，你可真龌龊，简直卑鄙下流无耻啊！你孔田慧指着那个人一顿奚落，那人被孔田慧说的脸色涨红，盛怒之下居然释放出威压。你这无耻的家伙，真是找打！你敢动我哥一下试试，看我不废了你的修为！孔慈站到孔田慧身前，身上的长裙摆动，强大的气息更是影响天地。他也是释放出了他那二品尊者的威压。那位虽是一品尊者，可是面对二品尊者的孔慈，他却也是面色难看，最终只能强行将自己心中的怒火给压了下去。殷姑娘，你快看看，我南宫兄弟手气非常好，他居然得到了一把半程尊兵。有人指着南宫一凡说道：“殷姑娘，这件半程尊兵送给你吧。”南宫一凡早就来到了殷庄红身前，且说话间，将手中那把半程仙兵递给了殷庄红。那是一把匕首，非常精致，并且是红色。那红色与殷庄红身上的红色还非常一致，并且这把匕首上面雕刻的乃是一只凤，明显更适合女子来使用。所以不仅仅南宫一凡觉得这把兵刃和殷庄红配，其他人也都觉得很配。此时不少人都很羡慕南宫一凡能够在神兵墓地得到半程尊兵，已是极大的运气。毕竟进入神兵墓地这么多人，南宫一凡是唯一一个得到半程尊兵的，更何况他得到的还是一件与殷庄红如此般配的半程尊兵。最重要的是，这是巧合，而不是精心准备，这是何等的缘分，又是何等的运气啊！本来人们觉得凭借这把半程尊兵，南宫一凡会得到殷庄红的青睐，却不曾想殷庄红却是看都不看南宫一凡一眼，而是把目光放在自己手中那把黑铁长剑上面。不过南宫一凡却并没有灰心，反而是以温柔的语气说道：“殷姑娘，这件匕首真的与你很配。”听得此话，殷庄红才看了一眼那匕首，并且看到那匕首后，他也是说话了。只不过殷庄红说的话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你留着吧。”话罢，殷庄红便再度将目光投向自己手中的黑铁长剑。此一时，尽管人们没有说出来，但却也都觉得这殷庄红着实是有些不识好歹了。先不说南宫一凡殷勤的态度，单说这把兵器，也不该让殷庄红如此的不放在眼里。可就在这时，殷庄红那握住黑色长剑的手腕一抖，那黑色的碎片便开始分裂开来，随后不断自剑体上面脱落。很快，一把红色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殷庄红的手中。那是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就连守剑大人也不例外，因为殷庄红手的长剑乃是一件半程尊兵，不仅精致，剑气更是极强，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少见的好，远非南宫一凡的那把匕首可比。殷姑娘，好运气，这把剑可是半程尊兵中极品中的极品啊，怕是普天之下很难找到品质在这把兵器之上的半程尊兵了。守剑大人说道：“哇，竟是极品中的极品！天哪，殷姑娘，你这是什么运气啊？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宝贝！”此时，就连这些天才们也都是一脸的羡慕。半程尊兵本就珍贵，而品质极佳的半程尊兵就更加少见，更何况这是极品中的极品。守剑大人，这把剑应该大有来头吧？有人好奇，于是向守剑大人问道：“这把剑还真是有些来头。此剑原名为红玉央剑，你们仔细看，这把剑的剑体并非钢铁材质铸成，而是由一块玉打磨而成。”守剑大人指着那把红色长剑说道：“好像真的是不可思议，一块玉竟也能制成半程尊兵，并且品质如此之好，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玉，定是少见的天才地宝。”众人都盯着那把剑，当确定那的确是由玉打造而成后，人们对殷庄红则是更加羡慕了。这红玉央剑的打造者乃是一位名震圣光天河的界灵师，因为性格孤僻，且终生都在研究铸兵之道，人称铸剑狂人。这铸剑狂人因性格原因，几乎不与人打交道，哪怕他铸造的兵器也只是自己留着，从不赠送他人，也不会卖于他人。然而有一天，他却忽然爱上了一名女子，于是他将自己珍藏已久的2块至宝取了出来，准备打造成兵器赠予那名女子。这2块至宝乃是2块从天而降的神玉，是铸兵狂人花了大价钱才得到的。虽然皆是从天而降，并且皆是铸兵的好材料，但却是不同的玉，一个为红色，一个为蓝色。因此他打造的2件兵刃分别是蓝色的剑和一把红色的剑，而铸兵狂魔则将其命名为蓝玉渊剑和红玉央剑。蓝玉渊剑他自己随身佩戴，而红玉央剑则是打算赠予他心仪的女子。只是不幸的是，还未来得及赠送，那女子便死了。铸剑狂人也因那女子之死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将自己一生所造兵刃全部毁掉，唯有这蓝玉渊剑和红玉央剑留了下来。有人说，之所以没有将这2把剑摧毁，是因为这2把剑蕴藏着他对那女子的爱意，寄托了他对女子的思念，所以舍不得摧毁。但不管怎样，那蓝玉渊剑以及红玉央剑的确是铸剑狂人所造的兵刃中至今还能流传下来的兵刃。守剑大人说道：“这样说来，这红玉央剑与那蓝玉渊剑乃是一对，是情侣配件。”有人问道。守剑大人笑了笑，而他那温暖的笑容却也是给了人们答案。随后说道：“实不相瞒，蓝玉渊剑其实也在神兵墓地之内。”真的，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变得兴奋，同时目露期待之色。大家都看得出来，殷庄红很喜欢手中这把红玉央剑，若是谁能够得到蓝玉渊剑，那便可以与殷庄红使用情侣配件了。这简直是男人的毕生梦想啊！莫说其他人，就连南宫一凡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浓浓期待之色。神兵墓地最快时间要何时才能开启？南宫一凡对守剑大人问道。所有人都明白他是何意，他迫切的想再进入神兵墓地，想要得到那把蓝玉渊剑，这就不好说了，最快也要3年，最晚10几年甚至几10年开启也是可能的。守剑大人说道。
听得此话，南宫一凡原本期待的目光顿时暗淡了不少。神兵目的每次开启毫无预兆，开启之后又会在短时间内关闭，除非一直在这里等候，否则很难第一时间进入神兵目的。可是开启的时间如此的不固定，就算他想等，他身后的势力也不会同意。就算很不情愿，可却也不得打消那蓝玉渊剑的念头了。楚风兄弟，看看你手中这把刀是一个什么样的兵器？孔田会对楚风说道。尽管他这话说得很大声，可却没有人看向楚风，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楚风手中这把黑色大刀下是一件什么品质的兵刃，他们的目光都深深地被殷庄红手中的红玉央剑所吸引。好，我来看一看。楚风说话间，也是手臂一震，伴随着强大的震荡席卷刀体，那覆盖在刀体上的黑色物体也开始碎裂脱落。可是忽然间，一股奇异的力量自楚风手中的刀体之中释放而出。与此同时，殷庄红手中的红玉央剑竟忽然抬起，指向了楚风。紧接着，殷庄红手中的红玉央剑便向楚风的方向移动。尽管殷庄红紧紧地握着那把长剑，可却依旧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很快，那红玉央剑便与楚风手中的刀碰撞到了一起，而殷庄红也是硬生生的被那红玉央剑拉到了楚风的身前。无耻之徒，你在做什么？见此一幕，诸天星域的小辈大怒，他们还都以为是楚风使用手段强行将殷庄红拽了过去。是那把刀。守剑大人说道。真的是那把刀。听得守剑大人这样一说，人们也是注意到楚风根本没有使用手段，反而是楚风手中那把刀在释放着吸力。那吸力很古怪，对周围的人和物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却偏偏对殷庄红手中那把红玉央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吸力之强，连殷庄红都无法抵挡。这是怎么回事啊？此时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盯着眼前的刀和剑，眼中充满不解之色。忽然，楚风手中那把刀光芒大盛，而剩余的黑色物体也是彻底脱落。而当那光芒消散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手中的竟然不是一把刀，而是一把剑。这把剑与殷庄红手中的红玉央剑可谓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楚风手中那把剑的颜色乃是蓝色。我擦，这该不会是那传说中的蓝玉渊剑吧？有人惊呼出声。蓝玉渊剑，不会这样巧吧？人们产生怀疑，不太相信楚风能够有这样的运气，得到传说中的蓝玉渊剑。可是看着楚风手中那把剑，不仅是纯玉打造，而且做工几乎与红玉央剑一模一样，并且品质极佳，与红玉央剑一样，皆是极品中的极品。最重要的是，此刻两把剑贴在一起，竟有特殊的反应。两把剑的气息皆是凌厉且霸道，但此时却相互交融，气息完全吻合，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恋人，如今终于得以相见一般热烈。说他们不是一对，几乎没人相信。该不会真的如此？走运吧。越是观察，人们越是无法安慰自己，他们已经不得不去承认，那可能就是蓝玉渊剑，的确是蓝玉渊剑。就在此时，守剑大人忽然开口，而他老人家这一开口，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但却也必须接受了。毕竟在场之中的没有人会比守剑大人更了解那神兵墓地内的兵器，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这对剑竟然同一时间出现，就连守剑大人也是满面惊叹。楚风，你也太走运了吧，居然得到了蓝玉渊剑。就连孔慈说这话的时候，话语之中都是有着难以掩饰的羡慕。尽管他神体王城的确也有半成尊兵，但是这种品质的半成尊兵却是太少见了，更何况这是从神兵墓地内得到的兵器，不可能这样巧合。楚风兄弟，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看穿了什么？你能够看透神兵墓地内的兵器，对不对？就在此时，孔田慧忽然说道。对于孔田慧的话，楚风则是摇了摇头，说道：我怎么可能看透呢？果然是运气，真是走了狗屎运。听得楚风这样一说，许多人纷纷说道。可谁曾想，他们话音未落，楚风便再度开口，对孔田慧说道：虽然无法看透，但大概能够看出一些，所以我不是叫你跟着我了，你自己不听啊。话到此处，楚风还看了一眼孔慈等人，我擦，骗人的吧？怎么可能啊？然而听到楚风这番话后，人们却是连连摇头，表示难以接受。楚风，你运气好就运气好，能别在这里吹了吗？谁不知道神兵墓地内任何观察手段都是没用。孔慈说完此话，还看向了守剑大人。守剑大人，我说的对吧？也并不是任何手段都没用，只是寻常的手段没用罢了。守剑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脸色变得阴晴不定，极为复杂。其实当初楚风的父亲楚轩辕来到这神兵墓地的时候，就说过他要拿走这里最好的兵器。那个时候许多人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的确做到了。你们觉得这是运气吗？守剑大人问道。这个众人也是知该如何回答了，因为楚轩辕从来就不是和运气联系在一起的人，楚轩辕一直以来都是实力的代表。其实不止楚轩辕，也有其他人进入神兵墓地拿到过好的兵器。尽管寻常的戒灵之术以及修武者的观察力难以在神兵墓地内发挥作用，但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手段可以起到效果，而楚风小友就很有可能掌握着这种观察手段。守剑大人说话间看向楚风，真的吗？而听得守剑大人这样一说，人们看向楚风已经不是鄙视，反而目光和脸上的表情有了几分刮目相看之意。当然仍有一些人表示质疑，毕竟他们进入其中各种观察手段都没用，凭什么楚风的观察手段就有用？所以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楚风就有观察手段能够看穿那些兵器。枪！忽然殷庄红强行把手中的红玉央剑与楚风的蓝玉渊剑给分开了。分开之后，殷庄红取出一个乾坤袋丢向了楚风。这是干嘛啊？不仅楚风不解，在场的其他人也是不解。当作是你对我提醒的犒劳。殷庄红一脸冷漠，说完此话便转身走开了。酬劳
什么意思？众人纷纷看向楚风，目光之中充满了对答案的渴望，因为他们心中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而孔田惠更是直接问道：“楚风兄弟，该不会尹大美人的那把剑是你帮他挑的吧？真的是他挑选的？”孔田惠问出了所有人想问的话，一时之间，众人就连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而面对众人的目光，楚风则是点了点头。天哪！此话一出，众人彻底不淡定了。选中一把是运气，选中2把，而且还是情侣配件，这绝对不是运气。楚风他绝对掌握着可以看穿神兵目的内兵器的手段。这一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眼中，不再是怀疑和质疑，反而是涌现出了浓浓嫉妒，同时也有愤怒。故意挑选情侣配件，人们仿佛已经知道了楚风的意图。这楚风绝对是对殷庄红有兴趣，他就是故意的。我擦，楚风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啊？你早说你有这个本事，我不就跟你去了。而孔田惠更是一脸后悔的咧着大嘴，那个样子简直就快要哭了出来。我叫你了，是你不肯啊！楚风说话的时候还看向了孔慈、龙宁和仙羽，还不是你说的不够清楚？你要是再强势一点，我们也许就跟你去了呢。孔慈态度强硬，就宛如错的是楚风一样。对，楚风兄弟，你怎么不劝劝我们呢？你劝我了，我一定去啊！孔田惠的态度几乎和他妹妹一样，就连龙宁那丫头也是傲娇的点了点头。看着这3个人的样子，楚风明白了，原来无耻是会被传染的。不过楚风兄弟，你也是够无耻的。孔田惠说道。我擦，我怎么就无耻了？楚风一脸鄙夷的看着孔田惠，那目光分明在说，无耻的是你好吧？我都叫你了，是你不信我，现在又来怪我，你当然无耻。那么多兵器你都不选，你偏偏挑选了蓝玉渊剑和红玉央剑，而你自己又偏偏拿了蓝玉渊剑，给殷大美人留下了红玉央剑，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孔田惠一脸贱笑的看着楚风，而还不待楚风回答，他便补充道，就算你不承认，我们也不信，因为你绝对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这完全是运气啊！楚风说道。擦，这个时候你又说是运气了。楚风兄弟说到无耻，还是你无耻啊！孔田惠说道，简直太无耻了，想不到楚轩辕前辈的后人竟然如此无耻。孔慈也是说道，我怎么无耻了？无耻的是你们兄妹2个好吧，我都叫你们了，是你们不跟我去的。原本楚风等人有说有笑，完全就是朋友间的玩笑，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愉快。可当一句话响起之后，这愉快的气氛却瞬间被打破。开价吧！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是南宫一凡。什么意思？楚风问道。这把剑我要了。南宫一凡说道。不卖。楚风说话间便将手中那把蓝玉渊剑收入了乾坤袋之内。你这不是好歹的东西！南宫一凡身旁的许多小辈都站了出来，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就宛如要强一般。放肆！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却是忽然响起，是守剑大人。也正因为是守剑大人，所以人们才感到意外，甚至有点害怕。守剑大人向来很是慈祥，人们认识他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他动怒，并且人们还发现，原来平时慈祥的守剑大人动起怒来竟是如此的吓人。于是就连猖狂的诸天星域小辈都是吓得收回了自己那凶神恶煞的表情，乖乖的退了回去。但有一个人除外，那便是南宫一凡。南宫一凡他虽然没有像其他小辈一样凶神恶煞、满面狰狞，但是他的目光非常的不善，并且那不善的目光此时便落在楚风的身上。我南宫一凡想得到的东西，就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南宫一凡对楚风说的这句话，可谓充满了威胁之意，这是在恐吓楚风，在告诉楚风，倘若敬酒不吃，那么等待楚风的便唯有罚酒。那我倒是有点好奇，我不想给你的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楚风说道。你会知道的。南宫一凡冷冷的说道。威胁谁呢？怕你不成？南宫一凡，你给我听好了，若是你敢对我楚风兄弟做什么，我孔田惠第一个不答应。孔田惠站出来说道。而南宫一凡根本没有理会孔田惠。时间也差不多了，若是准备好了，便到齐镇集合吧。守剑大人说完此话，便拔空而起。与此同时，在场的小辈们也是纷纷跃上高空，跟随守剑大人的飞掠而去。而跟着守剑大人一路飞行，楚风等人很快便来到了那所谓的齐镇。这齐镇有3个天地，每一层都有山川河流、蓝天白云，但其实土地面积并不是很大。但这3个天地却被一重力量分割开来。楚风知道这个旗阵应该就是远古武者旗的棋盘。准备好了吗？守剑大人问道。准备好了。众小辈齐声应道。他们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许久，所以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随时都可以开战。诸天左阵、祖武、右阵，进去吧。守剑大人说话间，出现了2道结界门。人们都知道那结界门是进入远古武者旗的入口，于是毫不犹豫的便飞掠而去。仙羽妹妹，给我楚风兄弟留一个名额吧。然而就在此时，那孔田惠却是来到了仙羽身旁。远古武者旗双方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楚风倘若想进去，那么祖武星域这边就必须提出一个人才行。仙云早就安排好了，若是等你来说，哪里还来得及？孔慈说道。仙允妹妹，真的吗？孔田惠问道。仙允笑着点了点头。仙允妹妹，你可真的是太善解人意了，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孔田惠说话间便张开双臂向仙允抱了过去。滚开吧，你个臭不要脸的，别一有机会就想占人家的便宜。然而还未靠近，便被孔慈一脚把他给踹出了好远。你绝对不是我亲妹妹。孔田惠一脸委屈的说道。楚风，既然决定进去了，就抓紧吧，记住别捣乱，听从指挥就行了。孔慈对楚风说道。然而他此话刚刚说完，那远处的人群之中便引起了一阵骚乱。是诸天星域那边。见此情形，就连仙羽、孔慈、龙宁以及楚风等人也是望了过去，这才发现诸天星域那边的确是发生了不得的事情。是那南宫一凡
南宫一凡此刻竟然已经到了结界门之前，他是打算参战？怎么回事？南宫一凡不是向来袖手旁观的吗？怎么这一次竟然参战了？见此一幕，祖武星域这边可就不安起来。本来他们经过许久的排兵布阵，已经有了和在诸天星域一较高低的自信，但是当南宫一凡准备加入之后，他们的自信顿时散去。不因别的，只因南宫一凡实在太过强大。可就在人们不解之际，那南宫一凡忽然转过头来，望向了祖武星域这一边，并且他的目光准确地落在了楚风的身上。那目光冰冷霸道，高高在上，且充满挑衅，就宛如他是神灵，已经掌握了楚风的命运。只看一眼，南宫一凡便进入了那结界门之中。我知道了，这个家伙是因为楚风兄弟才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参加此次对弈的。孔田慧说道。不可能吧？他会因为楚风这样一个菜鸟而参加对弈？然而对于孔田慧的话，人们却是表示不信。田慧的分析并无道理。可就在此时，守剑大人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守剑大人，您为何这么说啊？孔慈问道。先前南宫一凡可并没有进入奇阵的打算，不过当听闻楚风小友要进入奇阵后，他便提出也要进入，所以他是临时改变的注意。守剑大人说道。会不会是巧合啊？龙宁问道。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但老夫却看得清楚。南宫一凡小友的目光虽然并没有锁定你们，但他的气息一直在你们周围徘徊，并且很隐秘，他是在暗中观察你们，而老夫看来更像是在暗中观察楚风小友。守剑大人说道。这么说来，还真的可能是因为楚风哥哥，那这南宫一凡也未免太小气了吧？龙宁撅着小嘴说道。早知道就不让你进去了。南宫一凡参加对弈，我们还怎么赢啊？孔慈则是用那颇为埋怨的小眼神看了楚风一眼。这也不能怪我楚风兄弟啊，就算你们能占据优势，南宫一凡也会参战的。孔田慧说道。每次对弈人员有限，南宫一凡上次能够进入，那是因为机缘巧合破开了阵法平衡，难道他还能每次都强行进入棋盘？他再厉害也只是人，又不是神。孔慈说道。其实那并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对棋力的掌控太强，哪怕在棋盘外也能吸收到棋力。守剑大人说道。守剑大人，您的意思是？孔慈问道。老夫的意思是，南宫一凡对远古武者棋的掌控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只要他想，他是可以打破规则，强行进入其中的。守剑大人说道。哇，这么变态，那还怎么和他打？干脆认输算了。孔慈等人面如死灰，就连他们这些主力也是变得绝望。你们怎么打？老夫不知道，但老夫知道，你们若再不进去，那奇阵的入口可要关闭了。说剑大人说道。仙云怎么办啊？孔慈看向仙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仙云此话落下，便向结界门入口飞掠而去。见此情形，其他人也是纷纷跟了进去。没过多久，那结界入口便关闭。棋盘之内3重天，每重天都是一个世界，而每一个世界之内都有一道山脉，山脉自世界中心延绵开来，将世界一分为2，并且在那山脉之巅有宝地，占据宝地多者便占领了这个世界。至于占据宝地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将自己的棋力融入宝地之中便可，但同样对方也可以将他们的棋力融入到宝地之中。所以若想真正的占据宝地，便需要彻底击败对手，或者用战术拖延住对手。这棋阵内虽各成天地，但其实土地面积不大，再加上修武者的视线距离随着修为提升也会增强，而如今楚风如今的视线距离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穿过云端的山脉，那山脉高度不一，却恰似龙脊，一眼望去便如一条巨龙俯卧在大地，将世界分割成2边。不仅山脉一眼望尽，山脉之巅还分别有着8道气焰冲天起。楚风知道那应该就是8个宝地，也就是双方定夺胜负之地。除此之外，这方世界内还有飞天遁地的猛兽，隐藏于某处的福地洞天。猛兽蕴藏极大的奇力，将其炼化可获奇力，而福地洞天内可能蕴藏着各种宝贝，也可增强奇力。尽管身在此处，大家的修为还在，可若要交手，无论是修武者的武力，还是界灵师的结界之力，都发挥不出作用。真正要靠的唯有一种力量，那便是奇力。所以若想获胜，除了自身的奇力之外，福地洞天内的宝贝也蕴藏着不小的奇力。但想要获得奇力，并非一定要猎杀天地间的猛兽，或者去福地洞天寻找宝贝，因为在天地之间本身也蕴藏着极为磅礴的奇力，大家通过特殊的方法便可以摄取天地间的奇力为自己所用。这也是为何明明已经进入奇阵之中，却没有人立刻前往山峰去占领那些可定胜负的宝地，大家都是盘膝而坐，在摄取天地间的奇力。楚风在简单的观察一番后，也是盘坐了下来，运用从棋谱内看到的方法开始摄取天地间的奇力。没过多久，仙允的身上忽然散发出白色的光芒，此时的他整个人都神圣无比，宛如天神下凡。紧接着只见其纵身而起，便化作一道白光直冲天际，他竟消失不见，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重世界，进入了第2重世界。但对于他来说，第2重世界并非终点，他的战场乃是第3重世界。在仙允之后，孔慈、龙宁等人的身上也都散发出了神圣的白色光芒，紧接着他们全都直冲天际，进入第2重世界。不仅是修为强的，因为远古武者棋对棋力的掌控力强弱与修武的天赋无关，所以哪怕有些人修为不是很强，但却对棋力的掌控很强，因此这些人在远古武者棋中也是被赋予重任，甚至就连孔田慧的身上也是散发出了白色光华。楚风兄弟，你第一次进来打得不好也没有人怪你，只要别投敌就好。孔田慧笑嘻嘻地对楚风开起了玩笑，放心，有我在，第1重世界稳赢。楚风笑道，哈哈，那可就靠你了。孔田慧哈哈大笑，紧接着便拔空而起，
尽管他也不相信楚风的话，但却只当作楚风在开玩笑。倒是此时周围的人认真了，他们此时一脸鄙视地看着楚风，尽管他们没有说话，但那种目光却好像在对楚风说：有你在就稳赢，谁给你的自信？你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好吧。然而对于众人鄙视的目光，楚风却视若无睹。当孔田惠离去之后，楚风便再度闭上眼睛，继续吸收这天地间的磅礴奇力。旁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楚风摄取奇力的手段与他们根本就不相同。倘若此时进入他们体内的奇力如溪流一般，那么进入楚风体内的奇力便如海中的滔天巨浪，且连绵不绝。除了飞升进入第2重世界以及第3重世界的人外，留在此处的人就好像讲好了一样，他们先是整齐的盘坐修炼，摄取天地间的奇力，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摄取之后，他们又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身来。此时的他们立于此处，就如同蓄势待发的战士，个个神采奕奕且气势汹汹。但有一个人除外，那便是楚风。相比于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其他人，楚风依旧盘坐在地，闭目养神。楚风，差不多了吧？再等下去，对面已经占据8座宝地了。有人对楚风说道：算了吧，他刚刚进入此处，估计怎么摄取奇力都还没弄明白。那怎么办？难道就让他白白浪费一个名额？算了，反正也不缺他一个。行吧，谁让他是楚轩辕之子，连仙允姑娘都要给他面子。众人议论纷纷，尽管声音不大，但却充斥着对楚风的不满。快看，诸天星域那些家伙已经占据了宝地。忽然有人指着远处山脉大喊一声，定目观望，果然发现诸天星域的那些小辈已经出现在了山峰8处宝地周围，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立刻占领那些宝地，反而将目光投向楚风他们这边，甚至还有人做出挥手的动作，示意祖武星域的小辈们快点过去。居然没有动，这简直就是挑衅，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番不可。祖武龙城，一名男子很是不爽地说道。不仅仅是他，此时在场的许多小辈都是极为的不爽。先别急，就在此时，一名妖族圣城的男子忽然开口，而当他开口之后，原本骚动不安，甚至想立刻冲上山峰和诸天星域小辈一决雌雄的人们，竟也都沉稳了下来。因为这名妖族圣城的男子手中握着一面旗子，这面旗子在手，便证明了他不是寻常之辈，至少在这旗阵中，他有着一定的地位。他乃掌旗使。旗阵内每方都有1名指挥使、3名掌旗使以及9名分旗使，这些人的作用就是指挥众人排兵布阵。仙允乃指挥使，他会发号施令于3名掌旗使，而掌旗使则可以发号施令于分旗使。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旗帜将战局以讯息的方式相互传递，虽然无法做到传音般的沟通，但对于排兵布阵来说却也是足够。最重要的是，倘若指挥使足够强大，可是可以通过旗帜运用自己的旗力为掌旗使提供帮助，所以指挥使、掌旗使以及分旗使在这远古武者旗内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冲！忽然那掌旗使大喝一声，紧接着便拔空而起，而其他人紧随其后，向那山脉冲了过去。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人在睡觉的？响亮的声音自山脉传来，是诸天星域的人，而他们所说的人自然便是那仍在摄取奇力的楚风。哼，让你们一个人，我们一样可以取上。妖族圣城的那位掌旗使说道。哟，这种世界居然留下了60人，要以多欺少吗？不是以多欺少，是祖武星域的庸才太多，无法进入第2重世界，所以只能留在第1重世界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呀。诸天星域的小辈之中不断传来挖苦和讽刺的声音，其实他们的挖苦也不无道理。这第1重世界算上楚风，总共留下了60人，而诸天星域那边却只有43人。在第1重世界来看，人数上的确是祖武星域这边占优，可能够进入旗阵的人数，每方总共就是108人。第1重世界的人数占据优势，便代表着第2重世界和第3重世界的将占据劣势。哼，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眨眼之间，祖武星域的小辈们已是落到了山峰之上，准备对那宝地进行争夺。诸天星域的小辈占得了先机，是想以守为攻，但是他们低估了祖武星域这边。祖武星域这些小辈尽管人数占据优势，但却并没有选择强攻，而是布置阵法进行远程消耗。他们屹立于虚空之上，以人为阵，磅礴的奇力化作漫天箭雨，不断射向那守在宝地的诸天星域小辈。可恶，这些家伙居然布置得出此等阵法！诸天星域的小辈此时每次与祖武星域小辈交手，都是正面的近身对决，根本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原本以为自己占得先机，还极其猖狂地等待着祖武星域的小辈过来，现在可倒好了，漫天箭雨精准地对他们飞射而来，而他们就像是靶子一样，被祖武星域小辈运用的箭雨阵法所轰杀。而那箭雨威力非同小可，他们起初还能抵挡，但是渐渐的却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甚至有人负伤，更有甚者被打成重创，直接出局。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逃离宝地。而当他们逃离之后，祖武星域小辈不仅立刻占据宝地，并且再度布置出阵法，那是如同结界一般的守护阵，不仅将8座宝地护了起来，就连那些布阵之人也是被护了起来。眼见着祖武星域的小辈们以攻为守，诸天星域的小辈便发动反攻，可结果发现那以奇力布置的守护阵法竟是坚不可摧。该死，大意了，真是想不到他们竟然有如此准备，是群废物！明明奇力有限，如今怎么配合得如此完美，竟布置出了此等威力的奇力阵法？此一时，诸天星域的小辈们皆是一脸的不知所措。怎么没有办法了吗？你们的指挥使应该是南宫一凡吧？就连他也没有办法了吗？原来南宫一凡也不过如此。此时，祖武星域的其他小辈也是冷嘲热讽不断。一直以来，每一次远古武者旗的对弈，他
他们都是落于下风，而朱天心玉的小辈又都不是善良之辈。平日里祖武星域小辈所遭受的冷嘲热讽可不在少数，但今日他们终于有机会好好的羞辱一下朱天心玉的小辈，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错不错，看来为了今日一战，你们是花费了不少功夫。朱天心玉的长骑使说道：“你说对了，为了今日一战，我们的付出远超你们的想象，所以今日一战我们赢定了。”妖族圣城那位长骑使高声说道：“哦，那可不一定。”那位长骑使说完此话，竟咔嚓一下将自己手中的旗帜给掰断了。你这见此一幕，祖武星域的小辈们皆是一脸不解。那旗帜不仅仅能与分歧使沟通，更是可以与指挥使沟通，甚至能通过这旗帜得到指挥使一定的帮助。但若是将这旗帜毁灭，便等于失去了获胜至关重要的东西。因此，为了获胜，往往对弈期间，彼此都会想尽办法攻击对方的长旗使，为的就是毁掉长旗使手中的旗帜。眼下，朱天星域小辈陷入绝对的被动之中。按理来说，正是他们应该使用这面旗帜向指挥使求助的时候，可是他竟然自己毁掉了旗帜，实在是让众人想不通。最重要的是，在毁掉旗帜之后，那朱天星域的长旗使嘴角还洋溢起了一抹笑容，他的笑容极其诡异，让人难安。怎么怕了？看到祖武星域众小辈的目光，朱天星域那位讽刺的问道：“废话少说，有什么本事，不如直接拿出来再说。”妖族圣城的长骑使说道：“一心布置阵法，花费大量时间，你们这样做其实也没错，但我需要让你们明白一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阵法再精妙也是没有用处的。”此话说完，朱天星域那位长骑使便将目光投向了身后，顺着他的目光，人们看到朱天星域那边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寻常，属于是站在人群之中不会被注意到的哪一种人？是你。可是此时，当人们的目光放在他的身上后，许多人都是面露恐慌。他们认识这个人，此人名为陈辉，他乃是朱天星域朱天门的天才。而朱天门是何地？那乃是南宫一凡所在的势力，也是朱天星域的主宰级势力，能够在朱天门内被称为天才的，没有平庸之辈。而这陈辉的修为便在一品尊者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陈辉棋力也是惊人。之前远古武者棋对决的时候，他都是在第三重世界的，不曾想此时竟然留在了第一重世界。第三重世界的高手不仅棋力磅礴，对棋力的掌控更是惊人。不过这样的存在应该在第三重世界奋战才对，否则会导致3个世界的力量失衡。忽然之间，那陈辉出手了，他一拳轰出，棋力外放，化作肉眼可见的巨拳，直接轰向了一座宝地。明明相隔很远，可是因为其棋力太过强大，不仅到达了远处的宝地，更是直接将祖武星域小辈布置的守护结界轰散开来。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他连续6拳轰出，每一拳轰出都会释放出磅礴的棋力，棋力化作巨拳，直接落在守护阵法之上，阵法破碎，人仰马翻。只是这一拳便直接将祖武星域的小辈们打成了重创，甚至还有人直接肉身破碎，被逼离了棋阵之中，失去了资格。顷刻之间，连续破开7座宝地的阵法之后，那陈辉将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座宝地。这座宝地乃是由妖族圣城的长骑使以及诸多棋力高手来守护的。来啊，我倒是也想领教一下你的棋力究竟有多强。妖族圣城的长骑使说话间便释放出了磅礴的棋力，不仅仅是他，其身后的棋力高手们也都释放出了磅礴的棋力。棋力的影响之下，那守护阵法的力量也是变得更为强大，甚至光芒四射。可只见那陈辉一拳轰出，那阵法竟然破碎开来。这看似强大的阵法，在他的面前依旧形同虚设。就连妖族圣城的那位长骑使也是身负重创。此时，所有人都意识到，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苦练的阵法原来只是徒劳。现在你们意识到自己的境地了吗？那陈辉开口说道：“你这样的人为何会要在这里？”妖族圣城的长骑使问道：“很简单，有南宫一凡在第3重世界，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所以不仅仅是我留在了这第1重世界，在第2重世界，你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情况。”陈辉说道：“真是可恶！”听得此话，祖武星域的众小辈皆是面露绝望之色。他们已经明白，不仅仅是他们这1重世界面临着这种绝望的境地，原来在第2重世界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境地。尽管朱天星域的小辈们将他们原本奋战在第3重世界的棋力高手派遣到了第1重和第2重世界，这会影响他们在第3重世界的战力。可是就如同陈辉所言一样，在第3重世界，他们可是有南宫一凡坐镇呢，那可是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就扭转乾坤，将祖武星域的小辈彻底击溃的存在，是被誉为有史以来棋力最为精湛的天才人物，那可是守剑大人亲口承认过的。可忽然之间，这方天地开始震荡起来，是一股强大的气息影响了天地，而那气息自远方传来，是祖武星域小辈的后方，在那里有着一股肉眼可见的力量，正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自地表释放而出，那力量直冲天际，高达数万米，而人们能够感觉得到，甚至看得出来，那力量究竟是什么？是棋力？怎么好端端的会出现如此庞大的棋力？这是异象还是怎么回事？人们惊叹，毕竟他们已进入这棋阵已有多次，可却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等景象，肉眼可见的棋力，这将是何等力量？不对，你们仔细看。忽然有人指着那力量的底端惊呼出声，当他发出这句惊呼的时候，声音居然都在颤抖，而人们仔细观望之后，皆是面色大变。他们发现在那力量的底端有着一个人，那个人乃是楚风。若只是如此，还不至于让他们如此震惊。之所以让他们如此震惊的原因是，无论怎么看，那磅礴的棋力都好像是自楚风的体内释放而出的。可怕，太可怕了！这个家伙
是怎么摄取到如此磅礴的奇力的？他还是人吗？是怪物？这个家伙绝对是怪物！看到这一幕，莫说祖武星域的小辈惊讶不已，就连诸天星域的小辈也是一脸难以置信。他们很明白，这样的奇力汇集到一起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莫说是他们，恐怕就连南宫一凡也无法摄取到如此磅礴的奇力。这个家伙是疯了吧？虽然不知道他是用怎样的手段摄取到了如此磅礴的奇力，但如此磅礴的奇力不可能有人掌控得住，哪怕南宫一凡都是不行，更何况是他这样的家伙。他最好赶紧将这奇力散去，若是强行融合，只会被奇力所影响，会爆体而亡，直接被淘汰。短暂的惊讶之后，诸天星域的那个陈辉开口说道。听得陈辉这样一说，人们便纷纷反应过来，也都表露出赞同陈辉说法的表情。摄取奇力，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也都知道，奇力越磅礴，力量便越强。就比如陈辉，他能够将奇力外放，轻易的破开祖武星域小辈们精心布置的阵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陈辉的奇力太强。但是摄取奇力，每个人都可以，但能否掌控住才是关键。也正因为大部分人对奇力的掌控力很弱，所以导致才有人能够进入第二重世界，甚至有人能够进入第三重世界，但更多的人却只能留在第一重世界。楚风摄取到如此磅礴的奇力，也的确是常人所做不到的。他此时的表现固然让人惊叹，但也因为奇力太磅礴，已经到达了无法掌控的程度，所以人们才觉得楚风其实对他们来说毫无威胁。他们都觉得根本不用他们自己出手，楚风自己就会把自己淘汰出局。奇力过剩，无法掌控，最终的结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爆体而亡，离开阵法之中。可忽然之间，那如火山一般喷发的奇力，竟如同瀑布一般开始向下回落，涌入楚风的体内。疯了，这个家伙真的疯了，他竟真的在强行将奇力融入他的身体。这个家伙该不会真的能够掌控这奇力吧？眼见着楚风竟然真的开始强行融合奇力，人们反而害怕了。最害怕的自然是诸天星域的那些小辈，尽管他们之前还很看不起楚风，觉得楚风就是在作死，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家伙也的确是摄取到了如此磅礴的奇力啊！这本来就不是一件人能做到的事，但他却做到了，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担心这个家伙是否真的怪物到了如此程度，能够融合如此磅礴的奇力。与此同时，祖武星域的小辈们也是满面惊色，且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相比于诸天星域的小辈，祖武星域的这些小辈们对楚风更为了解，他们很清楚楚轩辕之子的这个称号有多了不得。也正因足够了解，他们也忍不住去想，难道说这个楚风真的可以如同楚轩辕一般，是一个可以无限创造奇迹的人吗？但他们却也很纠结，他们纠结的点在于，既想让楚风融合成功，又不想让楚风融合成功。想自然是眼下遭受了诸天星域的打压和欺凌，倘若楚风能够融合如此磅礴的奇力，又能掌控得住，那楚风恐怕将具备扭转战局的实力。但同时，他们又害怕楚风融合成功，他们多是妖族圣城、神体王城以及祖武龙城的人，这三城有公认的3个女神级别的人物，那便是仙允、孔慈和龙宁。其实以孔田慧的身份和天赋，本该是众人所敬畏的对象才是，为何会沦落到今日这般大家都很厌烦的地步？不是孔田慧做错了什么，只因孔田慧和仙允、龙宁走得太近，遭到了大家的嫉妒罢了。但嫉妒归嫉妒，他们其实很清楚，仙允和龙宁不过是因为孔慈才和孔田慧走得近罢了，根本不会喜欢孔田慧那种人。但楚风则不一样，楚轩辕之子，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战平灵狐鸿飞，与其平起平坐，并列祖武十星第一。楚风身上的光环太多了，若非要说的话，当今祖武星域的小辈之中，除了灵狐鸿飞，怕是真的没有人能与楚风进行比较。倘若楚风能够融合如此磅礴的奇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话，他们害怕仙允和龙宁2位女神的心就这样被楚风给勾走了，那可就真是得不偿失了。天哪，这个家伙竟真的将如此磅礴的奇力融入到了体内。猛然间，人们全都傻眼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楚风，心中有着怎样的念头，但当他们亲眼看到那磅礴到可冲天而起的奇力，竟然就这样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被楚风强行融入了体内，他们此时何止是震惊这么简单，他们简直整个人都傻掉了。毕竟那磅礴的奇力此刻的确全部进入了楚风体内，并且楚风的身体并没有碎裂的痕迹。然而猛然之间，楚风的体内忽然开始释放出一股飓风，那飓风横扫而去，蔓延开来，竟在顷刻之间覆盖了这片世界。而人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那如风一般的力量之中散发着极为浓郁的气息，那是奇力。直到此时，人们才松了一口气，真是吓了一跳，还以为他真的融合成功了。诸天星域的掌旗使长叹一声，他的脸上布满了后怕之色。先前他也是真的觉得楚风将那奇力融合到了体内，但刚刚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的风力，让他明白那奇力最终还是离楚风而去，楚风最终还是失败了。见楚风失败之后，诸天星域的小辈们不仅原本凝重的脸再度涌现出了笑容，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再度充斥了鄙视，那种目光就好像在说，弄出这么大动静有什么用，最终还不是丢人现眼，了不起。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自他们人群之中传来。听到这个声音，莫说诸天星域的小辈，就连祖武星域的小辈都是为之一愣。那声音乃是陈辉的，若只是陈辉的声音响起，他们还不至于如此，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惊讶，乃是陈辉刚刚的语气不仅没有丝毫嘲讽之意，反而充满了敬意，甚至就连此时陈辉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充斥着4个字：敬佩不已。